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不需要开烤箱的白桃乌龙奶茶蛋糕。这款蛋糕的灵感来自于传统的免烤芝士蛋糕，我将芝士的部分替换成了乌龙奶茶做的奶冻，吃起来茶香浓郁，比芝士更加清爽。搭配上这个季节香甜的水蜜桃，就更有夏天的感觉了。同时我还保留了饼干底，让这款免烤的蛋糕也有酥脆的口感，吃起来层次更加丰富。首先来做顶部的糖渍桃子和桃子糖浆的部分，我们需要的材料有白桃3个，水700克，细砂糖130克，柠檬汁15克。桃子洗干净后切成2半，去掉表皮和果核。桃子皮不要丢掉了，这是我们桃子糖浆的桃子味道的主要来源，同时也能给糖浆染上淡淡的粉色。在锅中加入处理好的桃子、糖、柠檬汁、水和全部的桃子皮，放到火上，以中火加热。煮开后，转小火煮3到5分钟左右，到桃子微微变软就好了。此时关火，将桃子捞出，放入大的容器内，倒入糖浆，同时过滤掉桃子皮。封上保鲜膜，送入冰箱隔夜冷藏腌制。接着来准备乌龙奶茶的部分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牛奶300克，细砂糖40克，乌龙茶10克。将全部的材料倒入锅中，以中火加热。期间不断搅拌，帮助砂糖溶解。当锅中的牛奶煮开后，就可以离火了。连同茶叶一起倒入容器内，同样放入冰箱隔夜冷藏，让茶的味道能更多的萃取到牛奶中。第二天，我们先来准备蛋糕的底层，需要的材料有消化饼干90克，融化的无盐黄油30克。将消化饼干装入一个大的保鲜袋内，用擀面杖轻轻敲打，并来回碾压，把饼干弄碎。加入融化的无盐黄油，搅拌均匀。准备一个蛋糕模具，我这里用的是一个6寸的蛋糕环，你也可以用一个活底的6寸模具作为蛋糕的模子。我用了一张保鲜膜把蛋糕环的底部包起来，或者你也可以简单垫一张烘焙纸。如果你是用活底模具作为蛋糕模的话，就不需要这个步骤。我还用了一个稍大一点的蛋糕模具作为转移蛋糕的容器，因为会频繁的取放蛋糕。倒入全部的饼干碎，压紧，形成厚度均匀的蛋糕底后，就可以放入冰箱冷冻室，冷冻30分钟定型。冷藏了1夜的乌龙奶茶过滤一下，滤掉茶叶。制作奶茶层，我们需要乌龙奶茶220克，淡奶油200克，吉利丁1片，吉利丁剪成小片，泡冰水软化。乌龙奶茶用微波炉加热50秒到1分钟左右，直到温度达到40到50摄氏度。泡好的吉利丁攥干水分，加入奶茶中，不断搅动。当吉利丁全部溶解后，
加入全部的淡奶油，搅拌均匀。把乌龙奶茶过筛到一个导热好一些的容器内，我用了一个不锈钢的容器，放到冰块上，并不断搅拌，帮助奶茶降温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液体在吉利丁的作用下变得浓稠，否则等下倒入模具的时候，就会顺着蛋糕底和模具边缘的缝隙流走。当容器内的奶茶变得浓稠后，取出冷藏好的蛋糕底，倒入模具中。刚才的冷冻除了让蛋糕底成型以外，低温还能让倒进去的奶茶尽快凝结，同样也是避免液体顺着缝隙流走。送入冰箱冷冻40分钟。趁蛋糕冷冻的时候，我们来处理桃子。从糖水中取出桃子，切成薄片状，你也可以切成块状，形状和大小根据你等会儿想要做的顶部造型来决定。同样把一片吉利丁在冰水中泡软，取出后隔热水融化成液体，加入少量的桃子糖浆，搅拌均匀。取大约400克的桃子糖浆，倒入刚才搅拌均匀的吉利丁溶液，充分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拿来做装饰了。从冷冻室取出冷冻好的蛋糕，可以看到这时候乌龙奶茶冻这一层已经凝固好了。将刚才切好的桃子放在顶部，我这里因为要拍视频，所以就摆得比较做作一些。而且等下你会看到，美丽又做作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。你在制作的时候，如果嫌麻烦的话，可以直接把桃子切成大一点的块状，均匀铺在表面就好。摆好桃子后，倒入刚才做好的糖浆，到桃子大约2/3的高度，送入冰箱冷冻。这么做是为了让桃子能固定在原本的位置上，一次性倒入过多的液体，表面的桃子容易在晃动的时候发生位移，造型就乱了。30分钟后，倒入剩余的桃子糖浆，到略高于桃子果肉的高度，送入冰箱冷藏4小时或隔夜。脱模的时候，用热毛巾在模具外侧热敷一会儿，大约2到3分钟左右。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，这个蛋糕长得跟刚才不一样了。因为我又做了一个。这次用了新买的吉利丁片，凝固效果非常弱，刚才的量用少了。在脱模的过程中，整个碎成了白桃乌龙冰粉的样子。这也是刚才我在食材用量中写到的，吉利丁的用量需要根据你买到的吉利丁凝固效果进行调整。顶部装饰做得这么做作，切的时候确实有些费劲。当然，也可能是我的刀太钝，切不动煮软了的桃子。这款蛋糕吃起来冰凉清爽，乌龙茶的茶香突出，桃子清甜，软糯多汁，酥脆的饼干底又丰富了口感。更重要的是，不用长时间开烤箱，很适合炎热的夏天来制作与享用。视频中提到的食材用量、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和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，方便大家查阅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